一个人在大运来临的时候，富起来只要1-2年。当你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说明你的大运真的要来了。留下一句大运来临，叠加一下能量，你就能够随心所愿。从2024年开始，九子离火大运已经到来，将持续20年。看看哪些人能够行大运呢？离火9运刚开始，那一定要在前期给一批人送钱的，关键是你能否在送钱这批人的框架里。九子运时代2024年至2043年，大国兴盛之时必有文化输出在前，思想当权，文明当权，中女觉醒，还会有更高的科技发明与创造。数千年的文明将因九子离运的到来而明珠出土。那么有文化，有底蕴，内外兼修的人也会大放异彩。对于财富的追求，从古至今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最终追求。每个人都在追求财富的路上奔波。我们都知道取乎其上，得乎其中；取乎其中，得乎其下；取乎其下，则无所得矣。当你的目标只定在了最低的生存上，你就会发现生存很有问题，甚至你都生存不了。有的人很努力，却赚不到钱；有的人很辛苦，却不知道怎样赚钱；有的人赚的也不少，最后却发现存不下钱。有的人努力赚钱就能赚到钱，有的人看似轻而易举就能赚到很多钱。有时候看似这个世界不公，其实一切早就已经注定。那么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财富？接下来我将与你一起探讨财富的几种磁场。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财富一般会有什么表现。首先大家要先明白一个财富的真相，财富不是去追求来的，而是被吸引来的。修行的人是否就一定要6根清净，就不用去追求财富呢？季群法师说，学佛者要不要追求财富，关键是看自己的发心。如果从出世解脱的层面来说，就不应追求财富。这种就是海城大悲寺的苦行僧，出世解脱，修自己，成佛以普度众生，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。如果想进一步发菩提心，那么以财富来利益众生，也是行菩萨道的途径之一。如果想行善助人，是需要一定的财富支撑的。比如想要救济贫苦儿童，咱们就不能说我发菩提心，我发菩提愿，一定是要实实在在的给予物质上的支持的。所以财富与道德、修行、积善并不对立。人们之所以被困在财富的局中，大多都是因为心生贪念。任何一个人首先就是要先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，同时还要照顾父母妻儿，同时肩负家庭责任。如果我们连亲人都无力照料，何来普度众生？如果你说我想为了逃避生活而选择出家，你试试看哪个寺庙会收留你？修行中人也是要利他为上，你的财富值取决于你的价值。那些个看似很努力却赚不到钱的人，
如果不是今生在幼年时没有好好努力，那就是前世造孽太多。佛家讲因果，一切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往上追溯一下就能看到真相。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同样有它的因缘果报之道，其中的因既包括往昔种下的业力，也包括今生付出的努力。任何收获是由播种而来，我们想要在现在的人生中拥有更多的福报和财富，就要在深信因果的前提下广种福田，积累善果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做善事，多修自身，提高认知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福报和财富。如果你这一世没能获得更多财富，那你就要为你的子女积累福报，尽可能的让他们的一生活得比你轻松一些。不要妄想着找捷径，以为号码里多加一点天一磁场，你能拥有很多财富，实则未必。用得不当，反而更容易适得其反。赚不到钱，大多数是因为认知不够，而存不到钱，大多数也是因为认知不够。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靠运气赚的，一定会靠实力亏掉，这就是因果。无论是赚不到钱，亦或者存不住钱，都是因为福田太少。想要财富，那么就要从现在开始积累。看见了自己的脑回路，你就知道了阻挡你赚钱的原因。看见即疗愈，当你看见了，你就有能力发生改变了。最怕的是你看不见，然后稀里糊涂的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赚不到钱，最后开始认命。搞不懂这些，你就会觉得是不是谁针对你，让你与财富擦肩而过。其实宇宙那么忙，不会去针对你一个人，所以你必须读懂财富的框架，让自己进入能收钱的频率里。你的特质符合九子里火运的调性，就会有财富滚滚来。如果你想要和一群修心伙伴一起成长，告别浮躁，修炼你的稳，修炼你的基本功，修出富足，修出喜悦，修出属于你的九子里火大运。随着九子里火运的到来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愈发强烈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地吸引和驾驭这种能量。以下这几种人的财富磁场会非常的强大，看看有没有你。一、勇于创新，敢于冒险的开拓者。冒险不是鲁莽，而是在计算后的勇敢一跃。九子里火运代表的是一种变动和活跃的能量，那些敢于冒险、不满足于现状的人更容易与之共鸣，从而获得财富的增长。他们敢于挑战传统，敢于尝试新事物，不怕失败，敢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，再次出发。正如乔布斯所说，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。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开拓者，凭借对科技的敏锐洞察力和对创新的执着追求，创造了苹果这一科技巨头，改变了世界，也收获了巨额财富。只有敢于尝试未曾走过的路，
才能抵达他人无法触及的财富之地。二，勤奋努力、持之以恒的奋斗者。知识是财富的翅膀，学习是飞翔的动力。九子里火运的财富往往偏爱那些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人，他们通过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，提高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从而更容易捕捉到财富增长的机会。他们深知成功来之不易，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持久的坚持。马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从一个普通的英语老师到创办阿里巴巴，成为全球知名的企业家。这一路走来，离不开他的勤奋努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。又如任正非在华为初期遭遇困境时，凭借顽强的毅力和持续的努力，最终带领华为走向世界科技舞台。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立即的回报，但他们的每一分坚持和毅力，使得他们在财富路上披荆斩棘，步步为营。三，善于合作、懂得分享的共赢者。卡耐基说，成功来自于85%的人脉关系，15%的专业知识。合作是财富的加速器，懂得分享的人才能在九子里火运中实现共赢，共同创造更大的财富。他们懂得借力打力，善于利用人际关系资源，通过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，不断拓宽自己的财富边界。如比尔、盖茨和保罗、艾伦共同创办了微软，他们的合作精神和分享理念让微软成为了全球软件业的巨头，也让他们成为了亿万富翁。又如李嘉诚先生，其卓越的商业头脑和广泛的人脉网络使他在多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功。人脉就是钱脉，把握住人心，就等于握住了九子里火运的财富钥匙。四，心态平和、淡定自若的开悟者。心态决定命运，保持平和的心态，才能在九子里火运中从容面对财富的风云变幻。在九子里火运的浪潮中，保持心态平和、淡定自若的智者也是容易获取财富的一类人。他们不被外界的繁华所迷惑，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判断力，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找到财富的密码。巴菲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，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，长期稳健的投资，最终成为了全球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。看似波澜不惊的心态背后，其实都在观测世界，精心布局，善于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找到最佳的行动路径。布局如棋局，每一步都关乎未来的富贵，像棋手一样淡定，每一步都精心谋划，最终把握住财富增长的机会。九子里火运的财富并非遥不可及，它并非仅垂青特定身份或地位的人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九子里火运的宠。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打开心扉，迎接那份属于你的繁荣与丰盛。古人言，人有凌云之志，飞运不能腾达。说白了就是，方向不对，
努力白费，凡事要顺势而为，不能逆势而动。聪明和勤奋是成功的前置条件，并不能保证你成功。真正重要的是顺势而为。战略的思考比盲目的努力更重要。很多人很勤奋，但最终十分碌碌，就失败在没有找到方向。如果您想在2024年甚至未来的20年抢占先机，有一番成就，就要认真看完接下来的内容。因为九运作为最后一运，它是需要承接下一个新的一运，再加之甲辰年是九运的第一年，叠加之下，2024年仍不会特别安稳。但凡事皆有阴阳，越是不安稳，里面就越会暗藏大转机。把握住九运妥，灵妖养好自身磁场，务必向内求。所以离火之运，离的状态为两阳加一阴，有外实内虚之意。九运到来，外在的物质会丰富多彩，但世人的内心会比以往更加空虚。内心世界一旦成为荒漠，则难以匹配这精彩的20年，从而落伍。所以从九运第一年2024开始，就要从向外求，彻底的专为向内求。你自己的心越是扎实淳朴，甲辰年乃至整个九运才具旺相。须知人的气运之所以不顺，就是沾染了太多污渍的磁场。当气运逆转过来，就会自动地屏蔽小人，很多烂事也会避你而去。我们每个人身上散发的那股看不见的能量，时刻都在悄悄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。远离负能量的人。负能量的人就像一个情绪黑洞，会把周边人的能量吞噬掉。每天把自己收拾清爽，即使在家也要穿得清爽整洁，不要邋里邋遢，干净利于磁场。把自己的身体当神庙，为它供奉健康的食物，沐浴清洁，善待自己的身体，不要总是过度劳累。身体是心灵的容器，只有保持身体的健康，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去发散正能量。当你处于低能量疲惫状态时，减少焦虑，从吃住行一点一滴小事开始自救调整，你的能量就会越来越高，万事将会越来越顺。给自己创造一个宁静的个人空间，可以是一个角落，一个小书房，让自己在这个空间里放松，恢复能量。动起来，出去散散步，晒晒太阳，或者做个运动，爬爬山。生命在于运动，只要动起来，生命就能焕发活力。别内耗自己，少一点患得患失，少一点胡思乱想，不要在乎太多人的看法和感受，努力赚钱，爱财爱己，风生水起。选好赛道，不纠结细节。九子离火运火的特写之一就是燥热，说好听的是做事情动力更强，风风火火；说不好听的是不经脑子，以冲动坏事。若是历练中受阻，燥热之心给压抑住，
那精神方面就易出问题，甚至抑郁。因此戒躁戒傲是重中之重，要从源头去解决。从年运上看，2024甲辰年的卦象为雷风横。雷风横卦的卦象是震上巽下，为震宫30卦，其意义是坚持、恒定，有恒心，这样才能获得亨通。所以没有恒心是搞不成个所以然来的。九子离火大运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，大至国家，小至每一个人，都将处于离火能量主导的20年大运中。7个让你旺起来的关键和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，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。1. 房地产不会崩盘，只是有了新的游戏规则。网上关于离火大运总是唱衰房地产领域，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见解。房地产已经和我们的国家还有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深度绑定，现在看到的局面只是这个产业摆脱旧规则，适应新形势的蜕变阵痛。下阶段房地产依然会迎来新一轮的生命周期，只不过它不会再如艮8运时那样成为支柱，不会像过去那样是普惠优势，人人都能吃到红利了。接下去各种2、3线城市的房地产价值会被淡化，但是随着核心重点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好，好城市里好地段的房子价值会进一步走高。2. 九子离火运对人类群体的最大影响是点燃了女性的觉醒。离火在八卦中代表中女，当下年龄30加的女性会在九子运中得到时运之力的加持。我们将会不断地在各个行业中看到海量的中年女性崛起，以自己的方式逆转自己的人生，获得崭新的成功。成功的行业会以离火属性为主，比如医养、美容、文化娱乐等。成功的中年女性的个人 IP 会越来越多。3. 对于男性，个人形象和团队影响力的加分作用越来越大。之前的艮8运，纯粹的靠蛮干打拼的野蛮生长，造就了土豪这个概念。但在九子离火运，这个规则彻底发生了改变。属火意味着高水准社交，个人形象包装以及圈层的影响力会起到更多的作用。对于男性，无论要做什么，最好不要单枪匹马，要懂得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的道理，充分拓宽交际面，多结识有价值的朋友，哪怕大家看起来还是普通人。4. 九子离火运对婚姻的影响在于非物质层面会越来越被重视。艮8运中，房子对婚姻的作用被不合理的放大，对婚姻幸福的期待被过多的与物质基础相联系。在九子离火运中，优质群体对婚姻的期待会更为精准，对物质条件的期望也会逐步回归合理。找一个靠谱的对象，并不需要对象有很多钱，但是遇到时要一定能靠得住。基本的物质保障和精神的契合会成为主流的追求。5. 九子离火运，每个人都有至少一次浴火重生的机会。浴火重生不能确定是好是坏，
因为每个人的境遇都不同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一定是欲火。每个人能做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本心，坚定信念前行。6. 离火运里要特别注意冲突的处理。在还没进入离火运的时候，俄乌、巴以、缅北、韩朝等地的战火已经或者即将燃起。从个体的角度看，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几率也在增加。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当我们意识到要发生冲突前，尽可能多对事情全局进行了解，多深思熟虑，多听多想，不要盲目表态。社会戾气引起的对立、冲突和争执，尽量不要参与进去，对你只有损耗和杀伤，没有半分益处。7. 关于健康，要留心火的克号。九子运火旺，火是需要燃料的，无形中会增加对健康本源的消耗，容易让我们的精神感到亢奋，但是身体感到疲惫、劳累。在工作和健康方面要注意慢，避免急，适度把握做事和休息的节奏，不要急功近利，修养身心，平衡自己的状态，凡事慢慢来。总的来说，九子离火的大环境会像跳动的火焰一样充满变数，但是生机勃勃。在进入这部大运的时候，必然还会有一段积蓄能量的时间，切记要耐心蛰伏，为自己蓄势，厚积薄发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多福多金，你的运势必定会越来越好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